受死吧！太监！你也可以用斩天剑。我的斩天剑。不，我不能死，我还没有成为三界之主。你早该死了。啊！爹爹，你可以令我救灭替您报仇了。无边夜色靠近，浓墨染过身影。无数风声低语，听不清却而未觉。你在做什么？流言聚散如明明已经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失去的都已是曾经，暗夜蒙住眼睛。明天该往何处？对不起。一念之间，黄明黄岸变幻万千，回首间宿命上演，孑然一生没有执念，相聚拨开无尽长夜。若成全，不惧分身如烟，明灭如烟，一念几几长月之下的初见，大梦惊艳，三生为谢。注定若山改写诀别的语言，情节浅浅，今生心间。快离开！邯郸信已经堕魔了，是杀了周游师伯。曾经暗夜蒙住眼睛，明天该往何处？不是你做的，对吗？你错了，是我做的。我本就是魔神成全，不尽分身如烟，明灭如烟，一念几几旧梦红尘有过。
若不是你，我早就已经蜕变成魔；若不是赵幽，我早就已经回归魔域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是谭太极，还是魔神？好啊，那我索性就将一切都说个明白。你我一切纠缠，都犹如此物。现在，你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，开心吗？乾坤剑法，撤！祖祖，谭代进本性难移，刚刚他主动吞噬地米，你已经都看到了。在这之前，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杀害赵幽师傅，他恶贯满盈，你万万不可再对他心存侥幸了。汤九民，你个畜生，你都干了什么？九民，你狼心狗肺，师傅还记得。若不是师傅当年把你带回逍遥宗，你早就已经死在外面，变成一坨烂泥了。你怎么能？谭代进，为什么？赵幽师傅哪里亏得过你了？不为什么，我天生理应如此。而500年前我就杀过一次，现在我也可以再杀一次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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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万不可以相信他。谭太极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再见了，李叔叔。如今这魔宫里再没有别人，你们都要我死。九民，走。九民，师父，你又救了我。杀徒儿，要知道，我可是你师父。师父，我们怎么又回到了逍遥宗？师父在这儿用逍遥剑意做了一个结界，只要师父还活着，这个结界就能保护你。他们还是认为是我盗走了邪骨吗？是的。那师父还愿意相信吗？师父当然相信。如今世上无论谁觊觎邪骨，都不会是你。是地面，邪骨就在他那。九民，答应师父，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师父，师父，不要去。不要一个人去。记住师父的话，好好活着。师父，师父，你。九民，师父的时间不多了。地面已经成为魔神，通北道已经开启了。等到浊气充盈天地，三界就要生灵涂炭了。怎么会？为什么？凡阵法皆有生克，
同辈道不可能有始无终。同辈道是可以被终结的，但只有魔神才能做到。魔神，魔神存，则同辈道存；魔神灭，则同辈道灭。九敏，你知道师父为什么要给你取这个名字吗？原来如此。朗朗乾坤，无上九天，就是九敏。原来那个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这世上最大的灾厄。但是九敏，你要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。你明知我就是魔胎，还是愿意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。九敏，扶我起来，我想再看一眼我们的逍遥宗。师父，师父，我是被同辈道的气息所染，不管何种生灵，只要被同辈道所染，意志稍有涣散，就必会坠魔。九敏，你再帮师父做件事情，杀了我，我要让师父变成一具魔尸。师父，您别说了，我带你回去医治。我们这就走。师父，九敏，快杀了我！师父，九敏，我快成魔了！九民，利器可以杀人，亦能救人，端看用他之人，心怀善念，还是恶念。我做不到啊，师父。九敏，快下手！我下不了手啊！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！师父，不要逼我！我就替大人赶太监，动手啊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九民，身为魔胎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每个人都该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是同辈道已开，除了魔神，3界之内无人能够将它关闭。仙门弟子苍九民已无力拯救苍生，但魔神澹台烬可以。九民，同辈道与你与魔神连接在一起，3者同生同灭。为师知道这对你不公平，但这是扭转魔神灭世的唯一机会。师父，我明白了。既然这是唯一的路，那我便走下去。不管变成什么模样，我永远都是澹台烬，也是苍九民。师父，师父，苍九民，你个畜生！不错，是我亲手了结了他。现在就是你我之间的较量。
会带走这一切。魔女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不明白？我本是妖魔，自会飞天遁地，来当魔域又有什么奇怪？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你怎么会是？宫野仙君，你听我讲个故事吧。500年前，女娲为了修复元神，被投入人间历劫，她成了一个国家大将军府的长女。名唤叶秉成。后来，她嫁给了与她两情相悦的宣城王萧翎。萧翎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叶秉成背叛了萧翎，还害死了他。可是萧翎却依然爱他，包容的，保护的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叶秉成至死都悔恨极了，这份悔恨也同样被女娲深深刻在了心里。后来呢？后来女娲醒来，依然留恋人间的生活，所以回到人间，开了一间绣坊。可是命运弄人，然后他遇到一个和萧翎长得一模一样的傻子，决定骗这个傻子玩玩，对吗？我以为能在你身上弥补对萧翎的遗憾，可是宫野吉吾，我要谢谢你，让我明白，萧翎再也回不来了。从前我最痛恨被人欺骗，可是刚才有一个瞬间，我宁愿你骗我，哪怕你骗我一辈子都可以。你为什么不继续骗我？宫野吉吾，你同萧翎很像，很像。你和他一样，也是一个顶好的人。可惜，你终究不是他。我已尝试了各种办法，统背道还是无法被关闭。如今统背道日益扩散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澹台烬，你要快点想到破解之法才行。般若复生中，魔神便是依靠三魔气加持统背道，邪骨才能被抽出。如果我集齐三魔气，便能够效仿当初的情形，将邪骨抽出。若是一切顺利，我和那时的魔神一样，便可以被诛杀。既然统背道与我同生同灭，那么随着我的消亡，统
被盗也就可以被终结了。多谢魔神替司鹰报了仇。夜冰长，原来如此。500年兜兜转转，到最后，果然没有人能够逃得过命运。原本我以为失去了萧离，失去了性命，却能多一个真正亲近我、爱我的妹妹，是上天对我的垂怜。没想到给我，原来是让我再次失去。你为何来见我？万年之前，魔神也曾救过我的性命。何况司鹰此生最想要的，便是追随魔神，亲眼看到魔神重临。如今他已经无法完成这个心愿，我是他姐姐，便替他看到最后。告诉我，如何才能让你同万年前一般，一统三界？据我所知，三魔器至今尚未归位。屠神弩和洗髓印现在仙门之中，但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你与我之间的恩怨已了。墨女，就算没有萧凛和司鹰，你也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。谭台剑，你似乎和我认识的那个魔神并不一样。海阔天空，你总能寻到自在之处。徐玄子死了，赵幽也死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如今屠神弩的封印只剩我的了。上苍有此安排，夺走我蜜儿性命，却将屠神弩交到我的手里，我怎会将此宝物交到衡阳宗那群黄口小儿手上？我要好好利用你的力量。从今往后，仙门，我才是统治者。魔神之眼，归还。岑掌门遇害，屠神弩被盗，如今三大门派掌门皆已殒命，三魔器只剩洗髓印还在我衡阳宗中，但也不知还能守住多久。谭台烬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杀害岑掌门的究竟是何人？据赤霄宗弟子所述，是一个红衣魔女所为。她的神态与女拔四鹰颇有几分相似。是你彻底改变了我，给了我再活一次的机会。以后我绝不会再沾染魔神的力量。为了你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谭台烬，
你在做什么？韩丹青已经堕魔了，他杀了壮游师伯。现在，你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。不管宿命如何，正邪是非，我可以自己选择。我绝不会成为魔神。只有真正除掉魔神，才可以让他们觉得安心。也只有这样，我才可以真正和你好好的走下去。苏苏，随我回去。自从同北道开启，门派外已经不安全了。大师兄，你不必管我。击离山门，离苏苏生死自负。你要去做什么？去找谭台烬吗？你现在去找他又能做什么？他杀了自己的师父，又到赤霄宗杀人夺弩。和地面之间说不定也早有勾结，他就是一个满手鲜血的魔物，你还不肯相信吗？李苏苏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现在去就是送命。大师兄，你先放开我。若是他真的有苦衷的，这一次无论如何我必须去，我必须问个清楚明白。若是这样糊里糊涂的活着，与死何异？至少我得知道我自己该恨谁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坚决，那你先去吧。多谢大师兄。但从此以后，衡阳宗便不再有你这个弟子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师妹。对不起，大师兄。屠神印。墨女还是多管闲事了。也罢，我就当好这个魔神，这样苏苏才会对我彻底死心，仙门才会对我不留余地。站住！在那边不对上！公园无主临事！公园无主临事！公园无主临事！诸位久等了，从今日起，吾就是你们的主人。吾要天下皆浊，万古同悲。天下皆浊，万古同悲！天下皆浊，万古同悲！斩天剑与屠神弩已入吾彀中，还有一件洗髓印，仍被衡阳宗窃着。吾只需将三魔气集合在一起，同悲道就可以发挥最大的力量。吾听说，他们在洗髓印周围布下重重法术，
想要借天地之力重伤于人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杀他们！我为之所言！杀他们！我为之所言！吾今日心情甚好，何须大开杀戒？不如就变个戏法吧。起死印。苍九龙竟然开启了召唤魔器的阵法，掌门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魔域已有2件魔器，却不能让他带走这最后1件。后退后！自不量力的蝼蚁，别再浪费力气。什么声音？是魔神！安太基，如此猖狂，念头不漏就想带走七髓印。宫野纪无，你如今还想反抗我吗？吾劝你臣服于绝对的力量吧。做梦！师兄，原来，这就是统背道。这感觉超越了感知的极限。天下皆服，万古同悲！天下皆服，万古同悲！这就是统背道的力量。邪恶。有意思，竟是他血里那一丝甜味。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不，我是来听你告诉我做这些事情的原因。当初你信誓旦旦跟我说你不会成为魔神，我深信不疑。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样？
恨你。500年前，我娶你做我的妻子，愿意将这天下都与你分享。可你却在大婚之日背叛了我，想要害我性命。后来，我在幽冥川中寻了你整整500年，日复一日被侵蚀得体无完肤，痛彻百骸。而你呢？你却在长泽山天池水中做你的仙子，不问世事。最后，你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：“你欺我、瞒我、伤我、杀我，都是为了天下苍生。”你以为我就可以原谅你了？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你不是说你想要逆转宿命，想要阻止魔神毁灭3界吗？看看眼前这一切，这些都是你的报应，也是叶惜雾的报应。你曾经说过，我生来就是魔神，在我心中，恨总是要比爱来的深的。太姐，你说过。李素素，不要再自作聪明了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你就能切断这该死的宿命。杀了他，你才能真正的成为我。澹台烬，动手啊！是魔神，我的手。她是地冕和初皇的女儿，一个蠢妇和一个叛徒生出来的女儿，能真心对你好吗？澹台烬，他用过去镜来到你的身边，就是为了杀你。他来这里是想要救我的。你已是魔神，何用人救？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你便不会再感受到任何痛苦。杀了他，动手啊！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杀了他，杀了他！他都快死了，可你却还被吾困在这里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澹台烬，自你出生至今，只要和你有关的人，都会变得不幸。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有些记不清了。那个生你的夷越族女人，那个恨你入骨的父亲，伺候你的贱婢们，还有你那个朋友。当然了，还有那个教你那些无聊道理的白头发老头。我觉得他是最有意思的。你知道他有意思在何处吗？我觉得他那头驴最有意思，很想讨来骑一骑。他们都是蝼蚁，蝼蚁怎配与吾比肩？怎配令你高看一眼？他们的厄运都是注定的。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曾真心爱过你，只有苦厄才是你永恒的归宿。来吧，澹台烬，到吾这里来，你便可以统治一切。苏苏，你再等我一会儿。你说错了。我的母亲美丽善良，可她却不幸被你选中，诞下魔胎。但她爱我无私，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。我的父亲，他给予我血肉，纵然他因为我母亲的死曾苛待于我，但我仍旧相信，在我尚在母腹中时，他也一定真切地期待过我的降生。终其一生，他都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，尽了任何一切，在最艰难的境遇下，尽其所能地保护我，照顾我长大。小李，他在国事上与我为敌，可作为朋友，他从未负我，一直都是我有负于他。我的恩师照佑着你，他救我于弱水，致我出身不详，却仍然对我日夜教导，恩同在藏。更不用说苏苏。父亲努力地要拽住我的手，想要将我从地狱当中拖出来。是他让我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学会了去感受这一切。是他一次次地破开黑暗，叫我看见光。你看，我得
到的爱虽然不多，但你却并非没有。孤影自怜，自怨自艾，想要毁灭掉一切的人，只有你。澹台烬，你太可笑了！你本已登临绝顶，竟还在流连尘土里的草芥。既然你那么不愿意成为魔神，那么我只能亲自动手了。你就是，这是你唯一的归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魔神是不是又变强了？是的吧？这威压，我已经挂穿魔气了。看来他快成为魔神了。来自声音的心跳，在漫长夜里冲破坚震破黑暗，拥抱腐朽，逆着所有青春的辉光，怎么会这样？奋起一切去刺破阻挡。唱歌激战喧哗，现在到我了。不可能，他们可是我的心脏、我的骨头和我的眼睛，他们为何不听我的召唤？经历了人神魔的30，而你只固步自封在过去的夜莺里。这世间永远都只有一个魔神。现在，我才是魔神。澹台烬，你变成我，我变成你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你是唯一的魔神了。
真神能够消灭魔神，而真神，我的结发之妻是上神初皇，凤凰族最后一个神灵。凤凰族天生适合修行无情道，那是成为神的捷径。素素，无情道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昭告四周，3日后，吾将迎娶长泽山最为纯洁无瑕的玉灵仙子为妻。告诉仙门各派，他们若想前来道贺，吾将打开魔域大门，让他们进来。恭喜魔神，贺喜魔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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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贺喜魔神！魔神要强娶小师妹，分明是在羞辱我衡阳宗，羞辱仙门。不过，届时魔域之门大开，我们刚好可以利用魔神的猖狂，联合众派之力将他诛杀。对，咱们不能看着玉灵仙子被如此欺辱。公园掌门，我们逍遥宗将全力支持你统合仙门各派。是啊，掌门师兄，仙门长老已尽数被害，唯有师兄能再将仙门一统。我们没有时间再犹豫下去了。如若错过了这次深入荒原诛魔的机会，以后就更没有转圜的可能了。距离谭太进强娶小师妹之妻，仅有3日了。以我现在的力量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继我，徐掌门临终前，希望你能够替他完成未竟之事，替仙门诛杀那魔胎，不要再让他伤害更多的人。师傅，这就是风妖崖。衡阳宗创派以来，师祖们便在此处布下阵法，效仿荒渊，封印炼化妖物。师傅，若是以彼之道还治其身，以此力量对抗邪恶，是否可行啊？妖魔之力毁人心智，切不可沾染。哪怕借此力量本意是对抗邪恶，可是走火入魔之后，会变得敌我不分。这样的话，反倒会被魔系蛊惑，成为妖魔的傀儡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谭太进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就算死也要拉你一同坠入无间。
几天外的情形，出奇又严重。这是主上的信仰。如今魔神已经离世，究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助我诛杀魔神？这心法大阵，有人托我教的。心法大阵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。别再挣扎了。你在什么地方？吾已是魔神，自然是无处不在。